有人说卓别林能沾上伟人的边，达芬奇、莎士比亚、卓别林，甚至于哥伦布、麦哲伦，他们都可以沾上伟人的边儿。研究画家要去研究他的画作，研究演员就要去研究他的电影。摩登时代1936年2月25日上映，流水线上的工人被资本无情剥削，搭救的流浪女和他一起生活，家里破烂又温馨。女主角扮演者是妻子宝莲高代。这时期的卓别林在演讲中会说，苏联模式对工人好棒棒。问题是苏联的工业化大量学习美国工业，尤其是福特汽车的流水线和流水线管理办法。在摩登时代上映的1936年，福特汽车投资苏联已经是报纸上公开的秘密，因此苏联结合福特管理方法发展出了马钢宪法，即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。摩登时代上映半年后，苏联实行了大清洗，有可能卓别林所在的同文层屏蔽了消息，使他既当又立。之后的大独裁者上映就暴露了夹头属性。大独裁者1940年10月31日上映，影射的是当时战争狂人希特勒野心。还是宝莲高代出演女主角。记住上映时间1940年10月31日，正处在苏德瓜分波兰的1939年9月1日之后，并且是德国入侵苏联的1941年6月22日之前。这是美国人判断是否有道德底线的标志。我在奥本海默影片中就强调，奥本海默在苏德瓜分波兰后就没有参加地下党活动，因此奥本海默获得了安全许可。在吕嘉文编著的卓别林传记的第34章，在拍摄大独裁者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政治观点不那么一致，查理偏向于苏联，而宝莲则更偏向于美国，于是个性都很强的两个人都很难容得下对方。终于他们两人在墨西哥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卓别林是讽刺了希特勒的独裁野心，但是他对斯大林的独裁野心情有独钟，就跟现在有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模一样。认为苏联模式好棒棒的卓别林在离开美国后，没有选择心心念念的苏联和东欧国家，选择在瑞士嗝屁归西。今我们有夹头胡同串子表演卖酒，表演艺术家卓别林用一生去表演夹头，歌颂苏联是工作，在欧美是生活，道德底线突破18层地狱，跟伟人沾边就是笑话。